小家伙，这枪都快赶上你高了，敢开枪吗？开过3枪，打死过3个白狗子。吹牛谁不会？勇士连里最让人揪心的，不是那13根铁锁上的枪林弹雨，而是一个叫宝娃子的少年。他刚来连队时，个子还没枪高，战友们看着他和他手里那杆旧枪，忍不住笑了。小家伙，这枪都快赶上你高了，敢开枪吗？宝娃子没吭声，只是把枪攥得紧紧的。就在这时，天空掠过几只飞鸟，他抬臂巨枪扣扳机，一气呵成，飞鸟应声坠落，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了。宝娃子把枪往肩上一背，平静地说：“开过3枪。”打死过3个白狗子。所有人愣在原地，谁也说不出话。可战场不是打你的。你这老枪能有年头了吧？碎石都磨成啥了？行了，别想了，先吃饱了再说。回头啊，我找连长帮你申请新的。真正的子弹飞过来时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敌军突然从对岸发起袭击，子弹打得水花四溅，枪声一响，宝娃子脑子一片空白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连卧倒都忘了。战友小罗冲过来一把推开他。自己却被子弹击中，倒在血泊里，再也没起来。宝娃子跪在旁边，浑身发抖。那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战友替自己死。从那天起，他变了，不再沉默寡言，而是没日没夜的练枪、练战术。他知道战场上没有人能永远护着你，要想活命，要想为小罗报仇，只能靠自己。机会很快就来了，部队在丛林中遭遇敌军狙击手万启山的疯狂阻击，一连几个战友刚露头就被打穿。这时候，连里另一位神枪手高进光站了出来。老高是个老兵，经验丰富，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敌人万启山藏得深，枪法准，硬拼不行，必须有人当诱饵把对方引出来。他找到宝娃子说：“你之前说3枪3个白狗子，真的还是假的？”“是真的。”“我去把他引出来，这枪你来开。”“不是，高大哥，我不行，我不行啊！”“看你的了。”然后老高猛地从掩体后猛地站起身来，向敌人射击。万启山的枪也几乎是同时响起，老高中弹倒下。也就在这一瞬间，宝娃子含着泪朝万启山的位置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呼啸而过，一枪正中他的眉心。营长死了，兄弟们，快撤，快撤！老高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宝娃子那颗宝贵的子弹。后来就是泸定桥、大渡河上13根铁索横跨两岸，对岸敌军机枪把桥面封锁得密不透风。团长要组织22人的突击队强行夺桥，宝娃子也勇敢地站到了这个队伍中。当初那个吓得动弹不得的少年，如今已经能够勇敢地独当一面。即使他此时已经是全连公认的神枪手，可他拒绝了留在后方掩护的安排。首长也亲自为他换上了军装。宝娃子与其他战士一起扛起木板，冲上了铁索桥。脚下是翻滚的江水，头顶是呼啸的子弹，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中弹掉下去，木板被烧得滚烫，铁索在震动。他们不惧艰难地往前爬，也终于成功地占领了桥头堡，让后面的兄弟部队可以顺利过江。在片尾胜利的队伍中，宝娃站在战友中间，一个曾被嘲笑个子没枪高的新兵，熬过了9死1生，亲眼见证了泸定桥胜利的那一刻。宝娃子身上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光环，他害怕过，崩溃过，被人救过，也替人报仇过。他从一个懵懂少年长成了能扛枪上桥的战士。他不是天生的英雄，只是被战争推着长大，最后活下来的普通人。而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普通人，撑起了那场胜利。